你們認識這個東西嗎？你們知道什麼叫碰瓷，什麼叫訛人嗎？如果你是準備來中國生活、學習或者工作，你一定得認識它。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， 我剛剛停好車，今天給你們介紹一個車子裡面的小東西。我們中國司機都會在自己的車上用這個東西。如果你們來中國，尤其是自己開車，一定需要了解它。我們進去看看吧。就是這個小東西，它的名字叫行車記錄儀。我們一般把它掛在我們的擋風玻璃上，它就像一個攝像頭。其實它的作用就是攝像頭，它會拍攝我們車子前面發生的狀況。如果我們發生了任何的交通意外、交通事故，這個行車記錄儀就會幫我們了解事故發生的經過。其實，行車記錄儀還有一個更大的作用，就是我們中國司機都很害怕碰到碰瓷。如果碰到碰瓷現象，行車記錄儀會保護我們。你們聽說過碰瓷嗎？瓷就是瓷器的瓷嘛。如果我們碰到了一個瓷器，那個瓷器就会碎掉，我們就得賠錢。如果那個瓷器正好是一個精美的瓷器，或者是一個古董瓷器，那我們就得賠很多錢。那碰瓷是指什麼呢？碰瓷是中国社会的一種現象，指在外面的街道上，很多老年人，他們故意在車子前面摔倒，然後呢，讓汽車的司機賠錢，是不是很可惡？但是在中国的道路上，經常會發生這種碰瓷現象。如果老年人在我們的車子前面摔倒了，尤其是受傷了，我們都很擔心，很害怕。如果我們碰到這種故意碰瓷的老人呢，我們往往会選擇去私了，不找警察，然後私底下跟這些碰瓷的老人協商，賠點錢給他。因為很難講清楚到底有沒有碰到他，就算交警來了也很難說清楚。所以我們中國的司機都很害怕碰到碰瓷。那怎麼辦呢？然後我们就想到了这個行車記錄儀。車子發動以後，行車記錄儀就會自動錄像嘛。所以如果有老人來故意碰瓷，行車記錄儀就會保護我們，做我們的證人。這樣的話，我們就不會損失我們的錢財了。你們有沒有碰到過這種碰瓷的現象，碰瓷的問題？如果有，你們是怎麼解決的？在評論區告訴我。其實在中國跟碰瓷很類似的還有一個詞，叫訛人。那些老年人就是故意來訛人的，
他們故意摔倒自己，故意說自己受傷了，然後找我來賠錢。當然，訛人還可以用在其他的環境裡面，它的用途比較廣。比如說，有一個顧客去飯店裡面吃飯，他故意吃出來自己的頭髮，自己放進去的，然後他找老闆說：“你的飯菜裡面不衛生、不乾淨，要麼賠錢，要麼我就打電話投訴。”這就是訛人，相當於飯店裡面的碰瓷吧，但是我們一般把它這種現象叫訛人。這兩天我還看到了一個有趣的新聞，有一個景區，這個景區是一座山嘛，遊客需要爬山去到山頂，然後在那個爬山的路途中間，有一棵樹，它是橫着長着，擋在那個爬山的路中間。以前呢，景區一直在保護這棵樹，沒有把它砍掉。然後久而久之，這棵樹就成了網紅樹，大家都喜歡在爬山的過程中間拍照留念。可是最近有一個遊客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小心，還是故意的，打電話投訴，說他撞到了那棵樹，自己受傷了，要賠錢。最後景區沒辦法，把那棵橫着長的樹枝給砍掉了。大家在網上都說，這個遊客就是故意在訛人，在碰瓷。你們覺得呢？你們覺得景區的做法對嗎？有沒有更好的辦法，既能保護這棵樹，又能避免這種訛人的事情發生？在評論區告訴我，我來反饋給景區。行車記錄儀像不像一個我們車子上的保鏢，隨時在保護我們？你們學到了嗎？希望你們喜歡這期節目，也能學會保護自己。尤其是如果你們要來中國生活，一定記得給你們的車子買上行車記錄儀。當然，我們也不希望發生碰瓷、訛人的現象。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吧，也非常感謝你們看到最後，讓我們一起快樂的學習中文普通話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